朋友们，告诉你一个真相，你以为自己在修觉知，其实你一直在修一个假东西。你所有的努力，例如时刻提醒自己保持觉知，拼命观察念头，都在强化那个我，那个想要成为觉知者的虚假身份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之所以会越修越累，越修越紧张，越修越觉得自己做不到，恰恰是因为你把觉知当成一个目标去追求了。这根本不是修行，这是给自己套上了一副新的枷锁。很多接触过冥想、正念或修行的朋友，大概都有过这样的体验。刚开始觉得要保持觉知像一道光，照亮了自己混乱的生活。可过了一段时间，你发现这道光变成了追光灯，你拼命想站在光里，可一不留神就滑进黑暗。你开始自责、焦虑，觉得自己修错了，能力不够。你看，问题就出在这里，你把回归觉知理解成了追求觉知。回归和追求方向完全不同。回归是认出自己本来就是，追求是努力变成那个不是的。说到底，我们的修行归根结底是要回归到全然的觉知之中。在全然的觉知中，人们不会遗漏任何一个念头和情绪。心就像一面稳定的镜子，映照万念，却本自不动。不管什么境遇，不管什么念头感受来来去去，你只是知道这一切，但这些东西影响不到那个本自清晰的知。解脱的意义也正在于此。什么境遇都可以发生，什么念头感受都可以生灭，但自己只是知道，一切都影响不到这个本自清晰的知，而自己作为这个知而存在，不受干扰，不受撼动，这便是本自解脱。与之相反，烦恼与苦是什么？是忘了自己是知，而把自己当成了被知的生灭变化内容。总的来说，时刻回到知，时刻体认自己是知，这既是修行的终点，也可以说是时时刻刻的起点。在整个过程中，唯一会出现的问题也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被思想妄念带走，把某一个念头当真，从而在那一刻忘了自己是谁。即便是一个修行多年的人，也会在不经意间活成妄想。对此，大家需要留意一些常见的妄想和需要注意的地方。首先就是认为自己是觉知，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妄想。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，那个认为自己是觉知，强调要保持觉知的念头，恰恰是当下需要被觉知的一念。举个例子，当你对自己说我要觉知呼吸，那个念头就像一个标签，贴在这个试图觉知的活动上。但真正的觉知不需要标签，它不会说我在觉知，它只是知道。就像镜子不会告诉自己我在照应，它只是如实照应一切。把这个认为自己是觉知，强调要保持觉知的念头觉知到了，不被它束缚看破了，剩下的那个无念的清醒才勉强可以说贴近了觉知。第二，认为自己不是觉知，任何我是什么或者我不是什么的观点，都只是念头而已。念头的内容本身无关紧要，看见它就已经是觉知在作用。第三，并不存在一个可以觉知的主体。任何时候，一旦认为自己可以觉知，认为自己处于觉知之中，哪怕处于寂静无念的清醒状态，都还是被觉知的境界。严格来说，不存在一个可以称为觉知者的主体，因为任何起心动念，任何心灵境界，本质上都是被觉的。当你说我要保持觉知时，你其实已经制造了一个虚假的觉知者身份。有一个我在努力，有一个我在追求，
这个我在评价自己有没有觉知，对不对？你越努力，这个我就越强大，你就在二元对立中陷得越深。了解到一切都是被觉，我们就可以反向贴近本觉。举个例子，心就像一面镜子，只有当你不认同任何一种镜像时，包括不认同这个概念本身也不认同，你才有可能反向辨认出自己就是镜子本身。可问题是，你太想当觉知者了，你觉得我觉知到了，或者懊恼自责我又忘了觉知，这两种感受都是镜像，你认同了它们，就离开了镜子的本质。而这面镜子里的一切相，包括无念与有念，任何言说，任何追寻与放下的过程，通通都是镜像。第四，越是烦恼时，越是体认觉知的时机。在日常的琐事中，恰恰是最好的练习场。修行不是为了消除烦恼，而是为了在一切可能发生的烦恼、痛苦、喜悦、平静中，都能认出自己是谁。在安静时保持觉知相对容易，真正考验人的，是在面对人际关系矛盾、突如其来的状况以及自身情绪变化时，是否还能认得那个知道这一切的知。举个例子，想象一下，你被当众羞辱，脸憋得通红，心跳加速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或者忍不住想直接冲上去撕了对方的脸。就在那个愤怒到极点的瞬间，你能不能哪怕只有1秒钟，在心里轻轻地问自己一句：我知道我正在愤怒。那个知道愤怒的他不是愤怒，对不对？当你这么一问，奇迹就发生了。愤怒的强度会像被扎破的气球，那股猛烈的劲一下子就松动了。因为你不是那个愤怒本身，你是那个知道愤怒在升起、在燃烧、在消逝的觉知。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场。所以自己是谁这个问题不需要一个答案，一旦给出答案，就又落入了念头。更贴近的做法是，当你在恐惧或烦恼中时，你并没有变成烦恼本身，你只是清晰地觉察到心念感受正在变化。那一刻，解脱无关乎正在经历什么，只关乎你是否正在清晰看见。第五，任何时候，你都没有丢失觉知。从究竟来说，即使你完全陷入了念头、情绪、感受中无法自拔，即使做了错事、说错了话，即使正在懊悔、正在经历巨大的痛苦，这一切依然是在觉知之中发生的。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觉知，否则一切现象都无法被知晓。既然一切现象中都蕴含着觉知，那么从某种角度看，一切现象本就是光明而解脱的。所谓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关键不在于苦海有多深，而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回头去发现自己是谁。有时候一念之中就可以超越一切烦恼，重新认出自己。所以在修行觉知的过程中，不必刻意追求时刻都在觉知中。我要时刻保持觉知本身就是一种紧张，觉知其实是一场极大的放松。你不需要努力成为觉知，因为你本来就是。你所有的想要觉知的努力，都在遮挡那个本来的自己。就像一个人在昏暗的房间里拼命找光，却不知道自己就是光。当你停下来不再找的时候，光就显现了。有时我们会忘记，有时我们会被情绪带走，那也正常。关键在于，当你发现自己忘了的那一刻，其实你又回来了。反复回来，反复磨练，其实就是修行觉知的意义。第六，修行觉知需要持之以恒。从究竟的真相来说，无一法可修，一切本自现成。因为任何方法、智慧、观点，
任何修行觉知的过程，全部都是被觉知的念头和现象而已。而这一点本身恰恰也是修行觉知的关键方法。觉知一切，不陷入其中。最后，方法本身也不可执着。觉知一切而不陷入其中，这句话本身其实也是需要被觉知的一念妄想。包括任何强调、任何感悟、任何有与无的观点、任何心灵境界，其实都是需要被觉知的妄想念头而已，并没有任何特殊和不平凡的地方。以此为落脚点，念念随缘生灭，念念不陷入其中，念念平平常常，念念本自清醒。无论有念还是无念，我们都将处于完整的修行之中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